我们一开始热恋期都很好，但是这是基于双方父母都不知道的情况下。自从我爸妈知道以后，特别想让他跟他妈说我们的事儿，但是因为各种原因，他就是不跟他妈妈说。他年龄比我小，很多事情他都不能理解我，无法站在我角度上思考问题。而且他还去相亲，我特别的生气，我不知道我现在在他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。现在来自于生活和感情上，我承受了很多压力，我也尝试跟他说过很多次，他就是不懂。我觉得他现在的这个状态特别不好，无论是对于我们的感情还是以后的未来，都表现得很消极。我尝试过很多种方法去劝他，但并没有什么效果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郭22岁，来自安徽房产经纪；女嘉宾小飞29岁，来自广东，自媒体创业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先在网上认识的对吗？对，先在网上认识的。哪年呀？在18年的时候，19年3月份的时候正式确认这个关系。一个是安徽嘛，一个是广东，最后你们奔现了吗？19年的9月份啊，奔现的。小片里说没有父母介入的时候，关系都挺好的。对，似乎好像这段情感父母成了一个绊脚石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主持人他就觉得就是我妈不知道他的位置，他就好像不是我男朋友了。包括我朋友，我也没告诉，他也觉得我妈我朋友都不知道，他就不是我男朋友了，我们这段关系就不存在了。他父母不知道你的存在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他的朋友也不知道你的存在。对。你父母知道他存在吗？知道。你父母那边有阻力吗？一开始的时候是只知道我们俩那个存在，到最后是我父母这块的话就是同意。对于你很介意女生的父母为什么不知道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对，我可以理解啊，就是每个家庭的那个环境不一样嘛，是我们不纠结这个。其实就有一个问题想问问，在你的朋友圈里，也不知道你们在谈恋爱，这是为什么？我有跟一个朋友尝试说了，但是他也不同意。我就不想要跟太多人说，我觉得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，我们的感情现在还不稳定。虽然说我们谈了快1年，但是他是9月才过来的，到现在才3个月。我不希望我们感情不稳定的时候有别人去干扰我们，去给这个感情压力。行，这算一个你的说法啊。这个你是嫌他不成熟对吧？刚才话里话外。行，咱们接着往下问。小片里除了说到这个之外，还谈到了您在相亲是吧？是，但是那个是为了应付我父母啊，因为我不能公开他，那我妈肯定会觉得我没有对象。相了几回啊？相了3回。你是怎么知道的呀？他是主动告诉我的，我当时就在想，既然都在一起了，你妈妈安排相亲我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他当时主动告诉我的时候说，对方这个家庭里面有多好，然后工作有多好，我就觉得他特别想去。其实我没有想去，我也没有说他家里到底有多好。以前的相亲对象我也跟你说了，条件我也跟你说了，你没这个反应，你就觉得这个相亲对象你比不上他，你自己心里自卑。但是当时你给我的感觉就是，只是跟我说一声。我想知道去还是没去？没去啊，没去就好了嘛。但是当时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想去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做了什么他没去呢？我就是很生气。他没做什么，他就是很自以为是，他以为是因为他不想去，所以我也没去的。但其实我就是觉得他也不是很乐意，他也过来了，那我就不去了吧。好，那么为这件事情你们俩怎么处理的呢？是心平气和的过去了，还是说为这件事情有争执？有争执的。争执到多大程度？当时就直接吵起来了嘛。吵起来了，直接吵起来了，然后他又消失3天，我找不到他。我当时心里是觉得他就是不理解我，我不想跟他说，他听不懂。你试着跟我说说看，我们能不能理解啊？好吧，啊。我当时就说，我们需要点时间，我们感情还不稳定。我们的感情没让我妈知道，我妈肯定就以为我单身，以为我单身就想给我介绍对象。去了我也只是应付她，我也不会跟她有什么。如果我要跟她有什么，我也不会告诉她，对吧？我也不太理解，你不是跟我在谈恋爱吗？你可以不去啊。那我后来也没去啊。对啊，他这也不至于消失3天吗？因为
我本身压力很大，我除了他的情感压力，还有我自己本身的压力。我本身工作的压力也很大，就是我做这个工作时前期投入很大，到年底了，我的经营很困难，然后我就是各方的压力，还有这种情感压力，他也给我施加压力，我就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所以那3天其实你是消失不见的，对吧？我其实就是给自己一个冷静时间，一个人去冷静了。那后来3天之后是怎么又在一起了呢？3天之后还是我去找他嘛，就回去跟他。对吧？对，坚持是很重要的，是吧？对。但是他不这么想，对吧？对。他不仅不这么想，还认为你不够成熟，是吗？啊，后来工作室关了吗？后来没有关。不，这个没关是在他的坚持下被迫没关的，还是说其实你发现，哎，我通过了一些策略的调整，可能工作室还能坚持一下？其实一个就是我自己情绪调好了，再仔细想，他还是可以再坚持一下的。哦，就是我好奇怪的哈。你老说他不成熟，但是最后你都按他给你提供的方向走了，走到现在这个阶段看结果还好哈。后来我说工作室不关，那我就说我去直播，他说我回去直播，等下跟那个榜几跑了怎么办？我说那我去找一个工作，我去广州做一个前台行不行？我朋友给我找好了大公司的前台，他又不给，他说我们异地。因为他在佛山做房地产，我在广州，他不乐意。那我想去广州，你也不让我跟你去啊？那你不适合在广州做房地产啊！广州的房地产跟佛山的市场不一样。主持人他就是一直不想让我融入到他生活里面去。来，我问问吧，你喜欢他吗？我喜欢啊。你觉得什么时候你们的感情就差不多成熟了？成熟的标准是什么？我觉得就在我的心里，我觉得至少1年半载才比较稳定一些啊。所以今天上来了，我也是比较希望他能改一下他这个很没有安全感，就是很不信任我的这种感觉。我问你啊，就是咱们这件事儿不告诉对方的父母，慢慢谈着行不行啊？你接受吗？我不能接受。为什么不能接受呢？跟他在一起就是没有什么安全感。我觉得他妈知道了就有安全感了。如果他妈真知道了，他妈说，如果你要再跟这臭小子谈恋爱，我就死。主持人，你说怎么办？你回答我，你回答我，你回答我。因为是主持人，你说的是如果这种情况，如果说真的是面对他爸妈了，我会根据当时的情况去做选择。做什么选择？跟他在一起或者不跟他在一起。也就是说，他爸他妈如果极力反对的话，您还考虑会放手是吧？不会。那你刚才说那话什么意思？你刚不是说选择在一起或不选择在一起吗？你意思不就是说要分手吗？当你跟我谈恋爱的时候，你不是说打死都不分手吗？什么宝宝，我最爱你了，亲爱的，你就最好的，你最漂亮的。你现在在台上就说实话了，就说如果我爸妈反对了，你可能会跟我分手。所以我为什么就不告诉我嘛？就是这样嘛，我就是害怕。但是你如果说让我等你半年或者1年，这个不确定因素太多了。你的逻辑是他的父母知道了，你就有安全感了，对吧？是。所以你急于让他把这段感情向他的父母来公布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那如果他向他父母公布的话，就会有2种结果，一种叫顺利同意，第2种叫极力反对。
如果要是极力反对的话，怎么办呢？这样情况可能会不会跟他。主持人，你看他就说很不成熟。其实我去相亲，我去不跟我妈说，不成熟是你选的。你让我说行不行？就是我瞒着我妈这样子，因为我害怕你说的那些情话。我其实是在用我的方式去保护我们这段感情。我希望这个小树苗茁壮成长，就半年到1年茁壮成长之后，他有能力，他能更坚强的去面对风雨，而不是说现在这么小一颗，随便来个雨就倒了就死了。啊，听懂了，接着问啊。那也就是说，见了他父母之后，其实就决定了这个情感的走向，是这意思吧？如果畅通无阻，我们继续恋爱下去；如果碰到了阻力，其实我会考虑放手，对还是不对？对。所以倒回头就问女生，你的男朋友其实面对这段感情的时候，他害怕遇错。如果他父母同意了，或许我会坚持下去；如果他父母不同意，那我就不要再花时间精力了嘛，我就走了嘛。这是他的真实想法，你了解吗？其实我猜到，就是。所以说不愿意面对的是你吗？并不是这小伙子吗？我也不是不愿意面对，我是猜到了他是这么不成熟，他是有这个想法啊。但是我需要时间，是因为我需要更确定我们的感情，还有给时间他成长。我们的感情需要成长，他也需要成长啊。他现在还是个小孩子，我觉得他还需要一点时间。但是他肯定是我男朋友的，他说要来，我就跟着他来了。要是他不是我男朋友的话，我肯定就立刻就跟他分手。我相信没有人质疑他是不是你男朋友。他自己质疑。来，小伙子，请你给我开列一下你对女朋友的要求和标准。什么样的女朋友让你觉得是有安全感的？给我3个标准。来。比如说让家人知道。来，第2个标准。至少让身边的人都知道。第3。他就是觉得我跟他吵架会拉黑他，他没有安全感。没有问您，哎呀，不用您替他回答。我看他都着急。不用，你不用着急，我都不着急，你着什么急？来，第3，至少是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。行，你的这个我明白了。现在你的女朋友显然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，对吧？对。所以你极度不安，对吗 ？OK。恰恰是他这样的想法会让你觉得他不成熟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所以你也试图用你的方式去跟他沟通也好，还是交流也好，但是你发现走不通，对吗？是。他有他自己特别固执的念头。对。可是现在让你离开他，你又舍不得。是。假如当这段恋情被天下告白之后，没有人祝福，所有人都要拆你们，你都对女朋友说：“我害怕，我扛不住，我会跑掉的。”对于这个东西，你能接受吗？我会选择跟他一起去面对。啊，你又变了哈！你怎么面对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面对？所以不要吵。其实聊到这儿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了问题的所在。2个人关于一段爱情，这个爱情的阶段是什么？是稳定阶段、谈婚论嫁阶段，还是开始的阶段？没有达成共识。2个人对于恋爱的方式，到现在为止没有达成共识。2个人对未来的生活其实压根儿就没有规划，所以才会出现到女生谈及的去哪儿工作的时候，男生有什么样的想法。所以，我这么听下来，我自己的感受啊，大概从9月份奔现到现在，你们这3个月见面的感觉还不如你们在网上聊得开心，对吧？因为女生感觉到的压力，这个压力来自于工作，对吧？来自于情感生活，男生其实也不开心，对吧？好，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姑娘是一个极度缺爱的人，这个男生是一个爱溢出的人。一个爱溢出的人和一个极度缺爱的人，双方都是自己夜空中的星星，所以你们会被这种相互之间的吸引。我非常建议你们今天不要从对方身上去找问题，而从自己内心身上找问题。尤其是姑娘，你说她没有安全感，你有安全感吗？你说她幼稚，你成熟吗？我们对于爱人的要求不是来自于说这个爱人你要多成熟，你得多有钱。我们找一个爱人的最终的目的是这个爱人能够给我带来一个支撑，这个支撑感无论是精神上的、物质上的、生活上的，无论是一个温度的支撑都可以。只要有这样的一个支撑在，我们就应该去承认对方。我们连承认对方都不敢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办法承认自己嘛。
所以我给你的建议，真的不要再去指责任何人，回去好好想想自己，回去好好看看自己，回去好好去接受自己的生活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。来，珊娜老师，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全身心的投入到这段感情当中，两个人都做好了随时退出的准备。男生是打着女生是否要告知家人、公开你们恋情的这样的一个保护伞，做好了随时撤退的准备。如果你妈要不同意，我马上就撤。女生是打着我不能告诉我们家人，不能公开我们关系，你要是逼迫我的话，我就随时撤。反正我听到现在为止，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全身心的投入到这段感情当中。如果像你们这样自己都有自己心里面的那点小算盘，在一起都不坦诚，那还有什么在一起的必要？接下来我问女生一个问题啊，如果你跟一个男生在一起，这个男生不在朋友圈公开你，不跟自己的朋友介绍你，不把你向他的家人介绍，你会怎么想？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备胎？我还是觉得两个人过得好就可以了，因为我好，你记住你现在说的话。如果有一天一个男生在朋友圈屏蔽你，在自己所有的社交圈不去介绍你，不认可你，你会觉得只要你们俩过得好就可以是吗？那我告诉你，你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潜质。这个潜质我就不说了。其实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的身上，你一定不认头的。因为在任何一个女生身上，她一定要让自己的另一半承认自己的存在，这是每一个女人心里面的这个要求和底线。所以你所有的表达和你内心的想法是不对照的，是不对等的。你有虚荣在作祟，而且很强的虚荣心。再有一点，你刚才提到，你说我们两个人感情现在不到1年半载了，就肯定不稳定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们俩未来的感情会怎么样。那我问你，如果是你妈妈给你介绍那个条件非常好的相亲对象，你觉得你们俩的感情会稳定吗？所以你根本在意的本质是什么，你就大大方方的告诉他。我告诉你，你不公开他就是对他的否认，然后去相亲就是对他的不尊重。挂在嘴上永远说你不懂，就是对他的看不起。但你放不开的是什么？放不开的是你觉得他对你的用心和在意。但是我们想要的东西，不是说所有都能得到。我又想要一个男生条件像我妈妈给我介绍相亲对象那样好，我还想要一个像他这样对我百依百顺，能够记得我所有的喜好的男生。那凭什么所有的好全在你一个人身上得到实现呢？所以不能太贪心，否则的话你两边什么都得不到。要跟男生说的是什么？你也对他没有太深的感情，你只是很着急的要把自己的价值体现出来，因为你在他这确确实实感受到了那种自卑的压力，然后你急于让他承认你是急于需要得到自己价值的体现，你也并不是爱他的表现。所以既然这样，我觉得那大家都不用再往前走了，好吧？好，谢谢莎娜老师。来，于老师，用2个字来表达一下我的观点，叫错爱。为什么叫错爱呢？我们来想一想，爱这个字我们怎么解读？我想问女生一个问题，你真正的男朋友标准是什么？不需要回答，你慢慢想就可以了。男方，我大概看到的是你的爱的韧性。爱是觉得对方好，我喜欢，于是爱就意味着我要得到，所以急功近利和要结果在你身上表达的淋漓尽致。所以从爱的阶段角度来讲，此刻我也非常同意前面几位老师包括主任所讲的，你现在还不是一个情侣关系，你是在一个追求的关系，只是你还没有追到。那我也非常害怕在没有追到的时候就有那么多的标准，比如说要公开你的这样一个身份和关系和确定。那如果女方答应你这个要求，你一定还会第2个要求，一步一步的得寸进尺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要看你以往的生活，你想要得到一样东西，
是不是马上就得得到？按照这个原理，有可能你得到的快，你毁掉的也快。有的时候是你自己要把它毁掉，我不要了，我不喜欢了，不新鲜了。当然也有可能被动的毁掉。今天全部公开了，父母不同意了，朋友不同意了，他也不同意了，你们的感情就在这个时候夭折了。也就意味着在追逐这个阶段，只是你一味的要展现你爱的一个过程，而不是要结果的过程。你要的太早了，最终你可能要不到，这叫错爱。而女方呢，心里面明明觉得他不合适。如果你真的觉得就是两人的事儿，那我就可以说出来，你们同意和不同意跟我没有关系。但是现在你又顾及父母的感受，那我全且当成一种孝心。但是你又说我朋友怎么样，你又在乎朋友的评价，所以说感性上来讲，你舍不得这个男孩对你的好和追求，理性上又告诉你自己这又不合适，这种错爱也会让你觉得很纠结。你内心里面并没有完完全全在理性上和感性上接纳这个男孩。当然了，8个月的时间其实也该做了一个基本的决定了，说差不多，我能不能判断一个他是不是和我男朋友的标准的这么一个角色了。所以呢，两个人的错爱就为此发生了。从目前来看，我的观点，两个人不适合再谈下去了，你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。当然了，这只是建议，你们自己反思。好，谢谢于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女生啊，如果把她的身份公开，最坏的结果会怎样呢？就是可能父母家人都不同意。不同意会怎样呢？每天都来跟我说让我分手。父母反对你的男朋友，给你压力，还有工作室创业失败给你压力，哪个压力是你最致命的？工作的。那也就是说，父母的反对其实压力并没有那么大，最主要是工作，是吗？一个现实的男人碰上一个现实的女人在一起是游戏，一个现实的男人碰上一个浪漫的女人在一起是生活，一个浪漫的男人碰上一个现实的女人在一起是悲剧，一个浪漫的男人碰上一个浪漫的女人在一起是小说。你觉得你们是哪种？我觉得你们是现实的碰上现实，你们俩都是游戏。女生现实就不用多说了，本来大家可能认为男生是浪漫，其实男生也是现实。你要的不过是暴露你们俩之间的关系，而爱情真正的实质不是要暴露你们的关系，你们是什么关系，你们自己内心非常清楚，你们彼此认可就够了，根本不需要我们这些人来认可。你们俩之所以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分手，就是因为你还没有被曝光。你一旦被曝光了，你们的分手之日就已经到了，明白吗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剩下就是你们自己面对，是个什么阶段，你们心里比我们都清楚。生活不要强求，有些面子是不要的，不爱就是不爱，没有这样的关系就是没有，不要强扭在一起。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还是挺喜欢的，虽然像老师说了那么多，但我内心是对你认同的。我不说只是因为家里的压力，那我希望你能不要太想当然，确实是多包容我一点点。我可能还会考虑一下我们关系要不要再继续。可是我还是一直去喜欢你的，听到老师们这么多的建议，我心里面其实也是有打鼓的，但是我还是想尝试一下，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。
好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让他们试吧，让他们去碰吧，因为这就是生活嘛。还是要谢谢你们能来啊！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来，请回。